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相信各位看到今天的影片主题，应该会觉得很困惑哈，为什么项羽要复活了呢？那当然也不是真正的复活，只是我个人推测未来的战场上或许会需要用到项羽。至于为什么我会觉得项羽会复活的可能性，是因为近期官方改了水晶科技，那其实水晶科技会有影响到未来我们野战的搭配。并且有部分玩家已经开始慢慢去转变了，但是可能有一些玩家还没有意识到，那其实现在有不少的玩家都已经把饰品转换成用战鼓加号角了。为什么要转换饰品了？以前不是都是用号角加戒指吗？为什么要转换成战鼓加号角？这跟我们野战的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像以前我们打架的时候，多数都是站着打架，又或者是追着敌人来打架，都很少会有拉扯。那现在拉扯变多了，就变成说，你如果没有办法在更快的时间内释放技能的话，你没有办法打出更好的报告。大多数我们在拉扯的情况下，能够打出去的伤害就只有基础攻击而已。那虽然说戒指它的触发条件就是基础攻击的时候有 10% 的概率触发，造成所有伤害提升 50%， 但这个是以前的。当你触发的时候，如果刚好碰上你在打出主动技能的时候，那提升效果会比较好。但是现在的环境就变成有一些玩家他们还没有释放主动技能，自己的部队就已经死掉了，完全没有打出主动技能，所以他们才用战鼓搭配号角这个组合。重点是战鼓不是只是提升自己部队的怒气而已，还有提升周围的另外2支部队，冷却的时间比较短，而且触发条件也是通过基础攻击。除了因为野战的环境改变之外，还有包括现在统帅的技能改变，就比方说亚瑟王、刘彻他们这种打出重击伤害、连击伤害的，也会触发到一些基础攻击的提升 buff 或者是效果。更别说当亚瑟王他打出连击伤害的时候，还会获得怒气。当统帅自己的技能本身就可以获得怒气，再加上如果你搭配了号角、搭配了战鼓来战斗的话，你恢复怒气的速度更快，你就更容易打出主动技能。所以为什么亚瑟啊、刘彻他们的报告会比较好看，就是这个原因。那说到怒气，基本上工兵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虽然工兵有很多 AOE 啦，但实际上步兵的 AOE 统帅是比工兵还要更多。而且工兵的技能里面是很少会见到怒气需求减少之类的技能，但是步兵因为最近推出了终极统帅，就比方说刘彻他多出了一个连击伤害，所以他的怒气会稍微多一点点，又或者是像哥哥这样子，他本身的怒气需求只是需要900点而已。虽然之后推出的白起跟德川家康没有这样子的技能，但是白起他是用终极天赋，终极天赋最好的地方就是可以让对方的怒气减少。意思就是说，既然他得不到怒气，他就想办法让你的怒气减少，所以对于工兵这样子的兵种来说是很大的问题。基本上工兵统帅怒气需求都是需要1000点的，而且也没有太多工兵统帅是有恢复怒气的。就算有像诸葛亮的觉醒技能这样子，只要打到目标就可以恢复怒气也好，但问题是你要打出主动技能先。那问题就来了，就比方说像刘彻这样子的统帅，他打出的技能速度肯定是比起你更快的，然后他又再搭配了白起一起使用，再用终极天赋减少你的怒气，就变成说你的工兵打出去的技能永远是比对方还要更慢。可能你还没有来得及打出主动技能，你就已经死掉了，又或者是只能打出几次而已。那如何改变现在的情况呢？所以就想到了可能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让项羽复活。因为项羽所需要的怒气只是需要900点而已，但是这个900点不是他真正所需要的怒气。如果你们有提升第4技能的话，他所需要的怒气又再降低50点，也就是说其实项羽只是需要850点就已经足够了。当项羽所需要的怒气比起别人还要更少的时候，就意味着他释放技能的速度更快，可以更加快速的打出伤害。那这个跟之前有什么关系呢？之前项羽也是打出技能很快啊，那为什么项羽被淘汰了呢？项羽在之前被淘汰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死得太快了。那假设说之后推出的水晶科技是有提升防御力、生命值还有受到的伤害降低的话，那就变成说项羽他这些负面的问题都会慢慢减少。不确定各位有没有发现到，最近推出的统帅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生命或者是防御力提升的，
而且反而还提升攻击力。就比如说白起，它是直接提升了40%的攻击力，然后生命值只有提升4%而已。目前最强的步兵搭配就是用白起搭配刘彻，刘彻的防御力提升20%，攻击力提升20%，就说这两位统帅加起来的防御跟生命值都不如这两位统帅加起来的攻击力还要来得更高。但是这个搭配组合是可行的，并且效果还不错，报告也蛮好看的。既然步兵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为什么我们不要尝试一下拿项羽出来重新使用过呢？新的统帅没有多少的生命跟防御提升，他们只是光靠水晶科技而已。这个时候项羽的快速释放技能跟让对方的防御力降低就很好用了。甚至目前有一些玩家打算把原本的防御或生命的装备转换成攻击装备。搭配方面，我觉得项羽可以搭配贝利或者是亚瑟，又或者直接使用3对骑兵，可能效果会更好。威廉可以给项羽，又或者是亚瑟用威廉，又或者是像我之前所给出的建议，用项羽搭配图拉真，图拉真还可以给 buff 给怒气，或许效果会更加好。或许现在就有玩家说了可是图拉真的伤害这么低，虽然是对于我整个队伍来说提升会比较好啦，但是输出太低，我没有办法拿到更高的击杀，甚至队伍的报告出来会不好看。 OK， 那么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思想，就是用项羽搭配司机呢。像骑兵不管是生命、防御、攻击全部都有提升20%，也有2300的输出，并且是使用多个队伍去围殴敌人的情况下，基本上司机所打出去的主动技能，也就是防御力降低呢，都是45%左右，不会被项羽的技能所覆盖，也可以让司机废物利用。因为现在大多数玩家投诉司机的问题呢，就是他没有 AOE， 而且打出技能的速度又比较慢一点。当然还有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走的速度太快了。但是相比之下，现在携带3个工兵又或者是2个工兵，反而效果没有这么好。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使用3对骑兵，就比方说用项羽搭配司机，或者贝利、霍去病、贞德、亚瑟、威廉。步兵就使用2对白起搭配刘彻， CP 搭配朗纳尔，然后工兵只是使用1对而已，就是用诸葛亮搭配海尔曼，最后1对就是使用远程。我觉得这样子的队伍阵容可能会比起之前用的2对骑兵、2对步兵、2对工兵还要来得更好。假设是真的没有办法使用远程的情况下，可能就使用2对工兵，又或者我们可以搞回之前那套，就是用项羽搭配贞德，无限的输出、无限的伤害，然后只光靠水晶科技的防御力、生命值还有伤害减免提升。那当然这个只是暂时的构思而已，我也不确定在推出了新的水晶科技之后，项羽能否会复活，它的效果会不会比较好。如果你的王国是有报名这一次的英雄战歌地图，并且是拥有新版的水晶科技的话，再刚好你拥有项羽跟司机，还有一些领袖统帅、骑兵统帅，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看看。那如果你还是在原版的水晶科技的话，你就不要尝试这个搭配了，这个搭配比较适合新版的水晶科技。那最后再次声明，这个只是暂时的想法而已，我也不确定效果会怎么样。至于各位在听了我这个看法之后有什么想法呢？会不会觉得说议员是不是疯掉了，是不是想要玩骑兵玩到疯掉了？又或者觉得说我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可能效果还不错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